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鱼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，不仅含有大量的蛋白质，还含有很多维生素 D、C 等营养素，而且鱼肉的脂肪含量也很小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常吃鱼肉来补身。但在这里，木子要提醒大家，鱼身上的这些部位最好别吃。第一个是鱼皮，我们在吃鱼肉的时候总少不了会吃鱼皮，但鱼皮呢是不建议吃的，因为鱼皮是最容易被污染的，所以还是少吃为好。第二个呢是鱼籽，很多人都喜欢吃鱼籽，而且鱼籽还含有卵磷脂，对神经比较好，但卵磷脂也属于一种脂肪，经常吃对血脂也不好，所以尽量不要吃。第三个是鱼胆，一般鱼胆都是有毒的，像是我们常吃的草鱼、鲫鱼等等，它的鱼胆都不能吃。如果我们在清理鱼内脏的时候不小心弄破了，也要完全清洗干净才能吃，以免引起中毒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60岁以后，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，这时呢，在家没事的时候，就会想着养生，想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硬朗。那如何能做到长寿呢？睡前最好少做2件事，或许能为寿命加分哦。第一件，睡前玩手机。现在玩手机已经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，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也一人一个手机。如果睡前玩手机，对身体健康呢是十分不利的，因为长期玩手机不仅会对眼睛造成伤害，还容易影响到睡眠质量。那60岁以后，如果长期睡眠不好，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就会下降，不利于健康和长寿。第二件事，睡前剧烈运动。我们都知道，老年人适当的运动对身体健康是非常好的，但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，如果睡前做剧烈运动，很容易使大脑处于兴奋状态，不利于睡眠。而且剧烈运动还会增加心脏负担，对心脏功能的改善不利，所以建议大家睡前最好不要剧烈运动，可以在白天的时候进行适当的运动。其实想要长寿呢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需要我们长期坚持，拥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多注意养生，每天保持好的心情，这样长寿才会找上你哦。正常我们脖子的皮肤都是光滑的，但你会发现有些人脖子长了很多的小肉粒，细细小小的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或是提醒你3种问题。第一种，脂肪粒。脂肪粒经常出现在女性身上，通常是因为脂肪代谢紊乱造成的，这种一般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。第二种，毛囊炎。脖子上长小肉粒并且有发痒的情况，就可能是毛囊炎导致的，一般在秋天多发，建议大家不要挤，多注意卫生和饮食。第3种，丝状疣。这种小肉粒具有一定的传染性，通常是因为某些皮肤改变，同时受到了致病菌入侵所引起的，那建议大家就医处理。身边总能看见一些人脖子后面长了一个大包，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富贵包。富贵包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，那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减轻富贵包。这个动作就是一个简单的甩手动作，首先自然站好，两脚打开与肩膀同宽，膝盖微微弯曲，双手在胸前相互扣住，然后双手由前向后绕过头顶向我们的大椎处甩动，力度适中，这样反复甩动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不仅可以活动肩颈，还能够疏通经络，畅通气血，对减轻富贵包有很好的效果。如果你身边有富贵包的，不妨坚持试试这个动作，或能帮你改善。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60岁后想要长寿，3件事尽量少做，或许能为寿命加分。尽量少抽烟。现在不管男女，很多人都有抽烟的习惯，而60岁以后，可能很多人已经有数十年的烟龄了。大家都知道，香烟中有很多的有害物质，对于肺部的伤害特别大，所以中老年朋友想要身体健康，60岁以后就尽量少抽烟，以免影响寿命。尽量少吃咸菜。咸菜属于腌制食品，在腌制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盐分。
如果老年人摄入过多的盐分，很容易使血压升高。所以不管男人女人，60岁以后要尽量少吃咸菜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利。尽量少熬夜。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对身体排毒有帮助，尤其是老年人，如果经常的熬夜，那么就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和排毒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所以60岁以后要尽量的避免熬夜，有一个好的睡眠习惯，这样对健康长寿才有帮助哦。现在不管女人还是男人都很注重保养，想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好，但有些人会发现，不管自己怎么保养，脸上还是会长斑，而且皮肤变黑。其实这跟平时吃的东西有很大关系。那下面这3种毁容食物，希望你别贪嘴。第一种，感光蔬菜。生活中有挥发辛辣气味和特殊气味的蔬菜，大多呢属于感光蔬菜，比如香菜、韭菜、菠菜等。那这些蔬菜中都含有铜、铁、锌等金属元素，经常吃很容易使人长出色斑，还会变黑，所以要尽量少吃。第二种，动物内脏。动物内脏虽然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但动物内脏中也富含明氨酸和铜、铁、锌等元素，经常吃也容易使皮肤变黑，所以这类食物也不要贪嘴。第三种，油炸食物。油炸食物虽然好吃，但是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，不仅会使人肥胖，还会加速皮肤衰老，使皮肤变得越来越差，所以大家也应该少吃。哎，沈哥啊，你一般几天刮一次胡子啊？2、3天吧。你问这个干嘛呀？哎，你不知道吧？刮胡子的频率决定寿命的长短，但是呢，有2个时间尽量不要刮。我们都知道，男性朋友胡子长得很快，几天不刮，嘴边呢就长满胡渣，所以男性朋友要经常的刮胡子。但是也有不少男性喜欢把胡子留起来。其实刮胡子的频率决定寿命的长短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男性如果体内雄激素旺盛，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快，这时就要经常的刮胡子。但如果长时间不刮胡子，不仅让人看起来比较邋遢，还容易使嘴边皮肤不透气，造成细菌感染的情况，对寿命有影响。所以相对来说，经常刮胡子对健康更有利，也更容易长寿。但是刮胡子也是有讲究的，2个时间最好不要刮。第一，运动前。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好的。但是男性朋友最好不要在运动前刮胡子，因为运动时人会出汗，这时皮肤毛孔处于舒张的状态，身体血液循环也会加快，汗液会刺激到刚刮过胡子的皮肤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男性朋友可以在运动完之后再刮胡子。第二，洗澡前。很多人在刮完胡子之后，很有可能会给皮肤造成损伤。如果这时去洗澡，在热水、洗发水、洗面奶等刺激下，会给伤口带来不适感。所以建议大家洗澡前最好不要刮胡子。如果想要刮胡子，可以选择在早上进行。所以男性朋友平时要多注意刮胡子的频率，这样对长寿更有帮助哦。这里看到有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，我容易生气怎么办？首先容易生气就要考虑是肝火比较旺盛，当肝气不舒时，就会有心情不好的情况。那经常生气会导致肝气郁结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建议爱生气的朋友平时要保持开朗乐观的情绪，积极面对挫折，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脾气。如果实在控制不住，就掐按手上的合谷穴，可以帮助缓解紧张、焦虑、急躁的情绪，让你很快的平静下来。那屏幕前的你们是否也有很多生活上的问题呢？快快给我们留言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收看侃侃养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